一直能夠拿到了北京獨家消息的《華爾街日報》，它最近披露了一條消息，這個消息就是北京有意在2028的時候重壓鄭麗文，他要扶植鄭麗文代表國民黨參選2028的總統。大家想怎麼可能？鄭麗文現在在台灣的民調這麼低，你的滿意度不到30%，但是你的不滿意度高達了50%以上。一個高達50%不滿意的人怎麼選？你怎麼計算？你都不可能當選總統。而北京怎麼可能不了解台灣？他怎麼可能不知道這樣的一個政治事實？那你如果了解這樣的政治事實的話，那你為什麼還要丟這樣的一個風向？丟這樣的一個風向，代表你只是試探，你只是要透過鄭麗文敲山震虎來影響國民黨，還是說？那已經變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決策，他就是要這樣推下去。那如果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真正的想法、真正的目的，那他硬推下去，他推得了嗎？那如果他真的推得了的話，那對於台灣的政壇又會產生怎麼樣翻天覆地的大變化呢？那談到這個問題，當然要找我的老朋友，美島電子報的董事長吳子嘉來跟我們聊一聊。董事長你好。大家好，各位網友大家晚安。好，所以董事長剛才講到哦，你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你從美島電子報的民調非常清楚的是，鄭麗文的滿意度只有23%，他的不信任度高達50幾。那這樣的一個人，你居然現在去丟出來訊息，而剛剛講《華爾街日報》不是隨便的。如果你今天要看中國很多內部的消息，他對外的風向，《華爾街日報》是他的管道。那你今天透過這個東西，北京是玩真的嗎？他真的要推鄭麗文來參選2028的總統嗎？北京什麼事情都是玩真的了哈，因為這個大國怎麼可能玩假的了啊？那鄭麗文啊，會不會當選總統，對北京而言的話不重要。為什麼？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你剛剛已經講完了嘛。因為鄭麗文不可能當選台灣總統。對，鄭麗文現在的民調怎麼可能？未來的民調也不可能啊。而且現在問題就是說，鄭麗文所代表是什麼？鄭麗文這一次，他號稱他去美國的這次的這個訪問的名稱啊，叫做和平之旅，是不是？所以鄭麗文呢，到美國去推動和平，我怎麼會推動台灣的和平到美國去推動啊？你應該跑到老共那邊去推動和平啊！你老共要打台灣嘛？而且你講哦，鄭麗文這個就《華爾街日報》的消息，他丟出來的時間點非常微妙。第一個是《華爾街日報》用的是親近北京人士，你說你的解讀是，只要《華爾街日報》敢用親近北京人士，那就代表是北京放的話，是北京權威的管道放的話，這個事實是真的。第二個是他丟的時間點，剛好是鄭麗文要去訪美的時間。你說中國所有的，因為中國是唯物主義者，他做所有東西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所以他今天透過《華爾街日報》放這個消息，再又把這個丟的時間點是他在訪美的期間，你說這個東西都是經過精密計算出來的，100%的精密計算。因為鄭麗文這一趟丟這個要參選總統以後，跟他一個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啊，對美國人來看的話，完全不一樣了。這有不一樣嗎？因為因為很簡單，我們假設想想看嘛，你鄭麗文不可能當選嘛，對，美國人也知道不可能當選，對，但是突然間有一個中國政府、北京當局支持的一個人跑來了，這個有沒有可能？而且是支持他要參選總統，對，就變成這個可能性就沒有，我沒有辦法推翻這個可能性了，對。我不知道他會不會當選，但是他的參選的可能性，我認為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鄭麗文有可能代表中國國民黨去參選總統了，因為北京支持，這變成一個很簡單，北京支持的2028的一個總統候選人。那如果這樣的話，鄭麗文去美國的身份就不一樣了，身份完全不一樣。從一個這個所謂的單純的這個所謂的國民黨黨主席，沒有任何實權的國民黨黨主席，變成一個未來有可能代表中國國民黨去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總統候選人。對，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啊，就代表了非常嚴肅的意義了。第一個哈，先講結論好了啊。鄭麗文從今天到明天到明年到2028或是2032哈，我都認為他是一個不可能當選台灣總統的候選人，不可能嘛？他這個本身就是說他的民調那麼差哈，對，然後他的這個人格瑕疵很嚴重了哈。因為我講的鄭麗文的人格瑕疵在哪裡呢？先談人了哈，他在這個去北京見到鄭習會的時候，對，他的民調上揚大概7個百分點，這個上揚的時候大幅上揚哦，
大幅上漲之後啊，中央電視台包括人民日報都報道了他的新聞，對他這個上揚，對，就是你握過這個習近平的手，習近平的這種加持的手以後，不得了，行情暴漲。而且央視還特別引用了美麗島電子報民調，引用你的民調來報道。對，用美麗島民調，就是我們看到人民日報跟這個中央電視台通通報道。那問題是1個月之後，4月份的民調哈，然後1個月之後5月份的暴跌。跌到現在變成23個百分點，他1個月之前要幹什麼事情嘛？他國民黨幹什麼事情？就幹一件事嘛，就是搞他內鬥嘛，搞什麼馬英九的事情啊，搞什麼台商弄亂七八糟。就是說，一個領導能力如此脆弱的黨主席，對，連黨都 hold 不住嘛，他怎麼可能能夠擔任台灣的總統的候選人，或是能參加選舉？這個不可能。所以。結論就很簡單，鄭麗文是一個不會當選的候選人，但是北京丟出來了。對，北京為什麼？還有第二個問題，那北京比我們笨嘛，對不對？他不知道鄭麗文會落選嗎？他當然知道啊，當然知道。就像你講的，從來不要輕視北京啊。北京可能很壞，但是他絕對是聰明。對，北京這些高參幕僚的聰明能力，我們不要懷疑他，他可能是非常壞，但是他是聰明的一個政黨。所以這個聰明的政黨幹的事情的目的何在？他的鬥爭目的是哪裡？不是為了台灣嗎？還是美國嘛？哦，因為中美關係是目前是對北京來講的話是最大的一個重頭戲。所有一切的核心的外交核心就是中美關係。中國呢，他現在他沒有別的顧慮了嘛？對，他的規模各方面。所以你說他今天丟了鄭麗文這個牌，那是為了去處理美國的關係，而且你剛剛提到說。鄭麗文這個東西是《華爾街日報》講是親近北京人士，他很明顯的點出說是親近北京人士告訴這個訊息。你說你的解讀是他只要敢用親近北京人士，那就很明顯，那就是北京放的話，當然確定是北京丟的訊息。對，而且他丟的訊息剛好就是鄭麗文要訪美的那一天。對，剛剛講親近北京的人士，這個丟的訊息來源，第二個就是我丟的時間點，你說這個東西都是耐人尋味的。對，他這個擺明的就是他要針對他這個《華爾街日報》的報道，或是這個鄭麗文，我們在做我們人的事情談完了，對，我們才不可能當選談完了，再談事情方面，把它分開來解讀，所以他明知這個不可能，對，然後他丟一個這個信息，對啊，那鄭麗文有什麼價值讓他們做這個事情？你剛剛提到一個所謂的他的意識形態的純粹性嘛，這個是北京非常堅持的，所以就從這一點就知道，那他。掌握的是什麼東西？他要話語權，他要有一個。那鄭麗文出門，他說他這此行任務叫什麼任務？什麼任務？叫做和平之旅。就是鄭麗文說他是去執行和平之旅，然後鄭麗文在北京的講的時候，他說和平哦是一個這種是一個無法是一個他的意思說和平是他的這個就是他推動的一個方向嘛啊，而且是一個無法這個回頭的一條路。啊，所以和平這兩個字哈，我們就好好來解讀了。那和平既然是鄭麗文要擔負的一個任務的話，那和平的方法哈，以和平的方法的取得哈，有兩個方式取得和平。以台灣現在的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政策，就是說以實力換取和平，就是我加強我的軍備，加強我的戰力，哦，加強我國家的力量對抗我們的侵略者。侵略者是誰？中共嘛，啊，這樣這是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的一個態度，一貫以來，包括馬英九的這個態度。但問題是，還有一個方法取得和平，鄭麗文講的啊，可以交流，可以和談啦。和談是怎麼樣呢？可以減少我們的這個作戰準備啊，就我們示弱也可以取得和平。這兩種和平都可以取得和平哦。哦，一個是美國要的和平，一個是中國要的和平。可是我現在還是好奇是，為什麼在中國在這個時候？我現在擔心的就是你現在講的問題了啊。那美國要的和平是很明確的嘛，以實力換取和平，就是威嚇。中國要的和平就是未來就是終極統一的和平，就是投降式的和平。那所以這兩種和平裡面啊，然後這裡又講了一句很重要的話，如果他當選，如果台灣有他當選中有一天的話。他國民黨重返執政的話，希望邀請習近平到台灣。他提到這個事情。如果邀請習近平到台灣的話，這個看起來輕鬆的一句話，它背後代表什麼意義不知道。如果說習近平能夠到台灣的話，
那表示這個整個的和平協議哈，或者中間的框架早就已經完成了，否則不然就是你一個不可逆的和平跟框架都完成的情況之下，那才有可能實現這個所謂的習近平來台灣的可能性嘛，應該這樣講。那我們現在回頭過來看，你記得當時古立言講過一句話啊，這個鄭麗文去美國哈，他的美方想要聽到的是要他對他有釋疑，對他懷疑嘛，有很多懷疑，你要給我解釋到底，因為他提到一句話，你中國國民黨本的傳統不是反對共產黨嗎？就是對你對共產黨的親近這個事情的話，你要跟美國人解釋啊，這是古立言的說法。那這個都是在這個，所以這些都是因素，促成了這個東西丟出來啊。就是說他本來美國人想的，我要拷問你，你為什麼跟共產黨那麼接近？但現在突然間你變總統候選人，然後北京支持你當總統候選人，這個所以你背後有北京了，對，完全不一樣。然後你本來還問我是不是親北京，我不是親北京，我是幹什麼？我是和平之旅，我來推動一個和平。也就是我把遊戲規則改變了，我把代表北京丟了一個和平方案。對，就是我台灣人民接受的一個和平方案。那這個方案裡面有沒有摻雜了北京統一的因素？當然有嘛，就變成這個原來是要來拷打他，你到底是親中還是親美？現在變成不是哦，現在不是哦，他已經沒有親中親美的問題，沒有這個議題了，他沒有親中的問題。我要選總統，所以我告訴你，台灣人要和平。那台灣的和平是我鄭麗文現在論述一個和平，告訴你。那我請問你，鄭麗文跟習近平見過面嗎？對，他們一定談過台灣的問題嘛？一定也嚴肅的也了解到北京的立場嘛？那第二，然後這個話語，他現在話語那個語境呢，哈，就一定是被北京接受而且雷同嘛？對。還有第二個人，不要忘記哦，川普哦，川普跟習近平談了一晚上以後，對，他現在開始在談台灣兩岸問題的時候，他的語境是不是也回到了跟習近平的語境了？也非常雷同，對不對？所以這個整個北京論述哈，同時在兩個人身上發酵，一個不可思議的就是川普。對，川普當然不是幹什麼，川普是現實主義者，因為我要求你，所以你講的話我就順你的話來講。那習近平跟這個鄭麗文的想法呢，那更是啊，一致了。更完全是啊，一個是大咖，一個小咖嘛，所以這一次他的這個和平之旅的內涵啊，就會變成影響到將來的，按照他北京的期待，不是7月的那個川習會，對，川習會一定會影響啊。為什麼？因為他代表了台灣一批追求和平的人士的心聲，跟他們的理由跟論述，他講給他聽。那這個裡面那差別在哪裡？你知道嗎？很簡單啊，你剛剛提到了，就是美國人看的台灣的和平方案是建立在有強大的軍力跟威懾力的 deterrence 的基礎之下而創造出來的和平，對不對？這是美國人一貫的國際公認的和平方案，全部都建立在實力的基礎的和平方案，對不對？可是習近平跟這個或者北京當局跟鄭麗文所談的和平方案是減少抵抗的和平方案，就台灣人对碰到北京的這個軍力不打仗的，減少抵抗。我跟你講，減少抵抗，就當然最好不要打仗嘛，就最好不要打仗，何必打仗幹什麼？所以也可以追求和平。所以一個減少抵抗的和平方案，跟一個要強大震懾的震懾力的這個和平方案，這兩個是不一樣的事情。然後，如果鄭麗文這次去說，不行，我們這個和平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和平是至高無上的原則的話，鄭麗文在北京講過，沿途講過一句話，他說和平是一個不可逆的方向嘛。為什麼一定是不可逆的方向？為什麼和平一定不可逆？我也聽不懂。和平可不可以發生戰爭？按照鄭麗文講的和平的時候，可能啊，就完全沒有戰爭的可能性哦。這個是不是有這個疑問會跑出來？因為你不可逆嘛，因為你投降了。不，我不知道，你投降，你跪下去不會打了嘛？你跪下去，別人就不打你了，你就不打了嘛？不打的是投降了，或是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我不知道。所以這些事情都是我們要進一步要把它搞清楚的這種事情。好，那這個事情一旦我們都搞不清楚，他也會講不清楚。可是
恐怖的事情在後面。當9月24號，如果真的習近平成行到了華府，他們去談的時候，談台灣問題，他就會有一個議題跑出來了。你看看，台灣有一批人要追求和平，台灣有一批人追求和平。既然台灣那麼多人追求和平的話，那你賣軍火給他幹嘛？對，就沒有必要嘛。所以避免戰爭才是台灣人追求的方案。所以你說現在習近平來講，他已經不在乎說今天鄭麗文能不能代表國民黨，或者他能不能參選中華民國，能不能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不重要，他不重要了。他現在的重點在於說，台灣有沒有一批人，他非常清楚是我可以影響，我可以控制，可以幫我講話，甚至跟我連接，代表我北京在台灣，透過台灣跟美國對話的，那這才是重點。這個人現在的身份很卑微，他只有23個百分點，就是鄭麗文，鄭麗文嘛，好不好？他不會當選啊，對不對？那北京有第二個論述跑出來了，你看看這一些有23個百分點的人，追求和平，結果遭到了你的主流政治的打壓，讓他的聲音不能出來，所以我們要幫助這些人。第二種論述跑出來了，對，這兩個可能性都同時會出現。所以北京是真的會認真的幫。我先跟你講哦，這些都不是台灣人跟中國人的對話。對，這個是川普跟習近平的對話的內容。我現在講的，第一個就是說有一批人要追求和平，你說美國人都聽到了嘛，對不對？這聲音都讓你們上次來了，他是黨主席，他是未來總統候選人，都聽到了，對不對？那他的想法就是要追求和平，所以和平是至高無上的目標。然後第二個。他這個不會當選啊！你剛剛講，吳子嘉也講不會當選啊。可是為什麼不會當選？因為這些主流派的民進黨的可惡的台獨人士打壓他們，他被這個論述跑出來了，所以我們要幫他。我們這個和平方案值不值得重視？我要介入就對了，但是給我一個介入的理由。他不見得想介入，或者你美國要介入啊，對不對？你美國要講的是公平的，你要講人權啊，講的民主自由啊，怎麼有人被打壓呢？一批和平人士。好，就出現一個和平人士跑出來了。和平人士哈，在人類在近代史上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在蘇聯的時代，你記得有非常多和平人士。國共內戰的時候也有和平人士。當時當共產黨居於劣勢的時候，他就丟出了一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因為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所以才有西安事變。當他這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有西安事變，然後呢，這樣的老蔣完全不能去打共產黨，讓他可以在這個延安苟延殘喘之後呢，這個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就不講了。到了這個整個抗戰成功了以後呢，他就開始就是包圍長春，開始去打這個所謂的這個遼瀋戰役，他就開始進攻了。所以他有很多的話語，我們如果對共產黨了解的以後，他一向都這樣幹。好，那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今天共產黨就是真的會認真的去扶持。不，我要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當川普跟習近平坐在一起談到台灣的時候，這個和平這個 agenda 議題就出現了，對不對？我覺得這是你聽我講，這個是中方的想法，這是中方想法。那川普當然知道你現在的想法的意思就是說，那最好是軍火就不要賣了，對不對？好，那問題這個不重要。他有這個討論，有這個議題嘛？那結果無疾而終，你講你的，我講我的。對，最後好，那我現在問題，我現在講另外一個假設的語境就出現了嘛？那2028選舉的時候，台灣就有一個議題會變主要議題啊，就是我們要選擇和平還是選擇戰爭？他不是想說原來的台灣每次到了2028選舉的時候對民進黨有利嘛？有利的理由是什麼？因為我們要保家衛國嘛。我們是為了要維護我們台灣的自主性才要選舉。你這個是完全站在鄭麗文的這個邏輯去發展，也就是說今天過去民進黨的邏輯，你當然可以講，不打安全牌一直都是國民黨的這個所謂的策略。從李登輝開始，民進黨在2000年為什麼他要把台獨黨綱變成了台灣前途決議文？您非常清楚，我也非常清楚。民進黨在執政的過程裡面，不管是國會的執政，或者是總統的執政，最痛苦的就是國民黨的安定牌。也就是說，當你民進黨只要當選，兩岸就會發生戰爭，兩岸發生戰爭，台灣就是無立足之地。那民進黨是花了很大，為什麼要去搞台灣前途決議文？為什麼要去接受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為什麼要講中華民國台灣？他就是要去化解這件事情。我覺得這件事情在台灣已經處理很久了。那我覺得你要去談安全牌，我當然也覺得 OK。只是說你現在安全跟投降，安全跟這個所謂的保護台灣的這個所謂的現實的生活的制度能不能持續？我覺得那是值得考慮的。可是我覺得有趣的在於說，
共產黨現在就是要你鄭麗文這樣硬幹下去的話，那對你的國民黨來講會造成了一個非常大的衝擊。你在文章裡面有提到說，你這個東西一丟出去，蔣萬安怎麼辦？你這個丟出去以後，盧秀燕怎麼辦？蔣萬安現在他選市長，不好意思講他了哈，那講盧媽好了，比較直接一點。那這樣我是盧媽來講的話，就是變成北京有一個希望了哈，因為目前他盧媽的態度哈是，美國優先於中國，對，應該是這樣講哈。所以以這個順序，所以他去美國訪問嘛，他並沒有積極到中國訪問嘛，所以你就知道，所以美國比較優於中國，這是盧媽態度。那這個態度，北京能不能接受？當然不能接受，希望他改變嘛。那改變的話怎麼辦？你不改變會怎麼樣？我們都會打撞球，敲 slogan 嘛，對不對 ？slogan 有一個球叫做母球嘛，母球白色的白球，对，那個白球是誰？鄭麗文。我把那個白球去撞你，對，他這個本事大得很啊。鄭麗文的論述會不會變成國民黨的主流論述？因為他黨主席哦，他提出很多他的這個黨綱的堅持的話，就搞得盧媽會變得很尷尬哦。而且你按照美麗島的電子報民調哦，如果你細去分的話，雖然他的支持度只有23%，他的不滿意度是這個到了50%幾，可是國民黨的支持者支持鄭麗文是超過50%哦。我覺得恐怖是說，如果你這樣子順藤摸瓜這樣下去的話，就是我如果把鄭麗文抓住了以後，他去抓這個國民黨的真正核心的支持者。抓住核心支持者之後，他是真的可以掌控党機器的。然後掌控党機器之後，他可以完全的不在乎，那個是完全的是可以接受北京的論述的。不，我又要回到哈，鄭麗文談完了啦。鄭麗文就是一個不會當選的人，我們都知道。但他的功能來講的話，跟他的論述，跟他的論述來講的話，他是母球，他這個母球會影響，所以他會逼到未來的國民黨的領導人，譬如說朱立倫啊，或者不知道，反正高位的領導人啊，都會想說，他得到了北京的支持，如果我要出現的話，他會跟我搗蛋嘛，對不對？那我如果說跟北京也稍微示好一點的話，稍微方向扭轉一點的話，緩和一點的情況下，對我比較有利嘛。對，所以盧媽自然會選擇比較緩和的方法。那這個緩和的方法來講的話，比現在的方法是對北京而言的話，是比較能接受的啊，比較受歡迎的方法啊，對不对？這個沒有問題啊。那的母球形容所以這個母球的功能就出來了。對，所以你就了解說，那這個整個概念呢，就是在國民黨的整個論述哈，就會形成一個被影響。我們剛剛講了兩種影響，一個你現在提到對國民黨內部的下一次2028年的影響，第二個就是更前面的，就是在今年的9月份，如果川普跟習近平兩個聊天，又聊到台灣問題，然後又聊到你看那習近平一直不斷的強調說，你看台灣人追求和平啊，我們要尊重台灣人的意願嘛，然後台灣人本身不是說要尊重他們自己的未來嗎？你看有那麼多台灣人想要追求和平啊。所以是不是我們都一起要來尊重意願以外的哈，然後來協助他們來推動這個和平，類似這種語境呢，就會出現一個議題，這個議題就存在了，它議題到底有多少影響你不知道，因為這個議題最後是拿來交易用的，因為這你要川普同意你的話，就是拿東西來買嘛，川普很簡單啊，我還不管你台灣要什麼東西，你習近平要跟我要東西，你就買單，我就同意你。那這時候來講的話，川普已經知道這個買單的人是習近平，習近平也知道說川普會為了台灣來，會買單，他會同意他的論述。這兩個事情已經有過這個交易的前置行為了嘛？所以9月份會繼續往下更深入的交易。所以一天的深入交易，它每一個深入交易的過程當中，我們都感覺不出來。溫水煮青蛙，因為它沒有做很大的改變，它是一個我剛剛講的第一個最起碼是語境的改變，說話的方法改了。你認為突然間講個9500英里我不打仗嘛？突然間講個說我不支持台獨嘛？他沒有講很清楚嘛？但是那個態度上就是對台獨是比較負面的，這都是川普的反應啊。川普的反應從何而來？
跟習近平談完話，跟習近平談，習近平談話有什麼鳥用啊？他不是習近平談話沒有那麼大魅力嘛？買單的工人嘛，他有事情要跟川普，他要跟習近平交易嘛。大國交易下的台灣處境，才是真正的結論嘛。那這個的交易已經打破了過去的規則了嘛？過去的規則講過，軍售不能談的、啊，他照樣跟你談的、啊，對不對？哪有什麼他什麼每一個對川普來講沒有不可交易的，所以我就話反講說，從習川會。從政習會一路發展到今天來講，它有一個軸線在走的，它那個走的方法就是不斷的讓你台灣陷入一個他期待的一個方向出現。你說習近平期待的方向？當然了，那個方向就是說就是你現在大家位置在移動了，你知道吧？其實民進黨裡面最大，我們最近做的民調你也看到了我們問過一個問題，就是說。到底什麼叫台獨了就是中華民國台灣共和國是台獨，對中華民國。我覺得台獨這個東西真的現在已經在台灣糾結不休了。可是另外一個東西是，我覺得台灣人也非常好奇的，我想去了解的，川普到底在想什麼？川普真的可能把台灣賣掉嗎？而且川普現在對北京來講，他做2個動作。剛才講，其實對川普來講，我現在處理什麼問題？我其實處理的是伊朗問題。那我也要處理伊朗問題的時候，我就要把伊朗後面的援助給斷掉。那伊朗現在的援助是誰？伊朗現在的援助是中國。錢的援助、技術的援助、軍事的援助，我這些東西我會把你斷掉，我必須要得到習近平的支持，因為我要得到習近平的支持，我川普必須要跟你習近平交易。交易的時候，剛剛講到的，我當然就要放一些東西，放一些東西，他現在丟兩個，一個是什麼？一個是我軍購，我對你示好，我軍購真的把你延後了，我真的延後軍購，我把你拖下來。第二個是我要打電話給賴清德，這是威脅，我一個示好，我一個威脅，就是一樣棒子跟胡蘿蔔，這是川普最習慣的這個所謂的交易的手法。那現在當然，台灣一直都是被美國當然交易的，不是今天，永遠都是。我們台灣本來就我也都知道。好，那問題來了，那川普現在這個籌碼交易玩到現在，他玩到哪裡去了？他現在這個台灣這盤棋，台灣這個籌碼丟在桌上，已經被吃了嗎？還是現在已經到什麼程度了？上幾道菜了？我覺得你剛剛講了一個最開始的問題，這個比較耐人尋味。川普會不會把台灣賣掉？賣掉就是賣乾淨了嘛，留在這裡嘛，賣給北京嘛，是這樣講。我答案我現在告訴你不會，因為結構上不可能，川普做不到，因為在中美的結構之下有非常多的法律的限制，讓他限制他總統的行為，就不可能賣，他想賣也賣不了，他想賣也賣不掉，他可以用講話啦，用很多姿態上面有，包括他的行政權，像這次140億美金的交易，他的那個。照法理上是不可以的，他只是 delay 了，他只是拖延而已。國會已經通過的案子，你怎麼可以把它 hold 到那邊呢？然後或者暫停是什麼意思啊？暫停從來他可以啊，這是他的行政權。那行政權有沒有凌駕這個他的國會權呢？有這個可能性，所以他參議院非常或幾個資深國會議員非常的擔心啊。你這個不是台灣哦，你可以隨時這樣搞的話，那我國會通過案子都可以這樣搞，你都可以隨時出。所以他们的顧慮是提到更高的層次來審視你川普這個 hold 140億的後面的後遺症，是延長是全面性的一個2個權力的鬥爭啊。對，就是我們把它稍微解釋一下。所以不是川普每件事情做得到。我認為川普絕對不可能賣掉台灣，因為他做不到。好，這是第二個。但北京知不知道呢？對，知道啊，當然知道啊。所以北京要幹什麼？要幹嘛？很簡單啊，我用你台灣的規則來玩你台灣的遊戲嘛。就借選嘛，就選舉議題啊，所以他不會要跟你硬搞的，他不會跟你講我打台灣，不會的，就完全用台灣的遊戲規則來在這個規則裡面取得勝利。你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很多人一個角色越來越清楚了？其實現在對台所有的處理都是王滬寧，所以你剛剛講的用台灣借選台灣，這個完全是王滬寧過去在美國留學的時候，他寫過一本《美國反對美國》。我用美國的邏輯，用美國的遊戲規則，我來反對美國。你美國你自己有種族問題，你美國自己，你甚至你的民主自由，你的言論自由都是我可以利用的對象。所以我的 TikTok 可以進去，我的小紅書可以進去，我所有東西我就是利用你的言論自由，我來打你的言論自由，我用你的民主打你的民主，我用你的種族打你的種族。現在同樣的，有人講，現在王滬寧這一套用美國對付美國，用美國反對美國，現在就是用你剛才講的，他現在開始進到了。用台灣反對台灣，
台灣的民主、台灣的選舉、台灣的這個所謂的言論自由，它就變成它一個介入的空間了。對，它完全用你剛剛講的，就是所謂的台灣的自由民主的這些特色，台灣的選舉。所以當然有這個方式，可是他要改，所以他的目標定的並不是說明天要來登陸台灣明天要包圍台灣，他不是，他跟川普的語言沒有這個東西，他跟川普的語言要尊重台灣人的意願，要用和平的方法處理台灣問題。川普接不接受？當然接受。那好，那川普那交易什麼東西？交易什麼東西？他很簡單，請川普來反對台獨，這個他做到了嘛？川普現在已經對這方面已經表達了嘛，一定程度的表達了那表達到是不是很清楚？不一定，因為川普知道你要我這個東西的時候，你要買，你要付出代價，所以川普會突然間 CBS 沒頭沒尾的冒出一個新聞，我不會打電話給這個賴清德，這個什麼莫名其妙的一個新聞，那個新聞你有看出來什麼端倪嗎？對，因為我覺得頭也沒有尾也沒有，那是一個棒子跟胡蘿蔔，因為他本來是不這個川普有講任何新聞有一個前言，我知道，因為他有，所以我有聯繫啦，我有什麼事情啊？他本來是要用賴清德去威脅中國嘛。我有两個東西嘛，第一個是我要軍購對你示好嘛，第二個是我如果打電話給賴清德，那天大地大的事情。我當然知道，但是中國對台灣的防線是全面的潰敗嘛。所以那代表說，那只是說川普講這句話的時候，他要到了什麼？不，應該是川普要到了什麼，他才會講這句話嘛。關鍵在這裡，就是你剛剛講的嘛。他打這個電話，並不是為了台灣打這個電話，不是為了，他是威脅中國嘛。而且 CBS 不知道，也可能是成交了，也可能是拿到一些東西了，或是下一個威脅的開始。对。但是這個電話的，他用 CBS 這個精緻的處理是一個非常巧妙的東西。因為那個同一個主持人，在大概2個禮拜前訪問了我們台灣的代表於大雷。那這個訪問台灣沒有人知道，所以他有一個排程的 CBS 突然間冒出一個新聞，台灣看到了，其實他有前面的一些前置動作。也就是說，川普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他也是經過他的精心的計算。他也知道你中國要什麼東西，所以他來一個習近平，來個打電話給賴清德，打電話給賴清德，現在說我不打了，所以我不打電話賴清德變成一個議題。他原來是打電話給賴清德是個議題，對，所以打電話跟不打電話，通通都是交易過程中的標的物，對不對？那結果我們就台灣發生什麼事情？就是看到有邱喇叭出來講話了嘛。邱義仁接受中央社的專訪，對，說這個特別強調，我要補充，因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邱義仁的說法，一個最重要的邏輯就是賴清德現在做的任何事情都跟蔡英文一樣，他並沒有現在賴清德做的所有的事情並沒有去脫離蔡英文執政時候的框架。那我們知道邱義仁是一個不喜歡走上台面，他也從來沒有去接受專訪的人。那為什麼要在這個時刻居然去接受，而且是中央社的專訪？你說這個東西是有它的意義在的。好，我們那就要回到邱義仁的講法裡面，就是說邱義仁要強調說賴清德現在在執行蔡英文路線，蔡英文什麼路線？它叫做維持現狀，對不對？中華民國台灣，我重要是那個是對內，對啊，那對外維持現狀上來講的話，維持現狀不踩紅線，不當麻煩製造者。對，那這個維持現狀這個事情本身在蔡英文時代的8年的維持現狀，從 Day One 到卸任這8年當中也是維持現狀嘛。但那個現狀有沒有移動？一直在移動中啊。所以那又過了2年了，又過了2年，那已經有這2年的世界局勢有重大變化嘛。所以今天在邱義仁講的維持現狀的時候，尤其蔡英文的維持現狀，能不能夠應付明天的挑戰呢？我非常懷疑啊，因為環境這是動態中的東西啊。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傑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
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國的網購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傑，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傑哥制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不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們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在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